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件大事啊，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那就是巴西、土耳其还有俄罗斯三家央行呢突然开始加息了。大家知道，自去年疫情以来呢，全球央行的一个主基调一直是货币宽松。那这三家央行为什么在此时此地突然开始加息了呢？尤其是土耳其央行啊，它在加息以后没过2天呢，它的央行行长呢被免职了。之后呢，它的股市、汇市还有债市呢就全面崩盘。那这呢，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新一轮资本市场的动荡的开始呢？或者说，是不是意味着美元开始剪羊毛的游戏要开始了呢？好，我们今天呢就来具体做一个分析。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三大央行加息的一个情况。那在3月17号呢，巴西央行把基准利率从 2% 上调到 2.75%。那这个呢是巴西央行自2015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那同一天呢，土耳其央行呢也把基准利率从 17% 提高了 19%。那加息的幅度呢高达200个基点，是市场预期的2倍。那到了3月19号，俄罗斯央行呢也宣布把基准利率呢提高了 0.25个百分点到 4.5%。那这个呢是俄罗斯央行自2018年年底以来首次提高基准利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家央行呢都不约而同的在几乎是同一时段进行了加息的动作，提高了基准利率。那大家知道，俄罗斯还有土耳其还有巴西呢，这3个国家呢不是小国家你像土耳其的人口呢有8000万，巴西的人口呢也有2亿出头，俄罗斯的人口呢有 1.45 亿。那他们的人均 GDP 呢基本都在1万美元左右和中国呢差不多。这3个国家呢绝对不算是小国家，而且这个3个国家呢也是20国集团的成员之一大家可以看到包括这个20国集团里面，它包括了巴西、土耳其还有俄罗斯。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土耳其金融市场的动荡也就是它的股债汇三杀这个资产呢濒临这个信任危机。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土耳其的股市。那土耳其的股市呢是在3月22号它一天呢面临了2次连续的熔断。那当天呢，伊斯坦布尔100指数呢跌了 9.8%创下了2013年6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那到了第2个交易日呢，也就是3月23日土耳其的股市呢继续触发了熔断所以这个就是2个交易日3次熔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汇率的暴跌。那在加息以后这个土耳其央行呢被免职以后，到了这个星期一第1个交易日，那土耳其里拉呢对美元一度暴跌 17%。那上任4个月的央行行长呢也被撤那这个央行行长为什么被撤职呢？是因为他跟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的理念不合。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呢，他一直认为货币宽松呢有助于经济发展，有助于经济恢复那土耳其央行行长呢，他更关注这个通货膨胀和资本外流。所以说这个土耳其的央行行长自去年11月份上任以来呢，他就进行了多次的大幅加息从2020年11月份，当时把基准利率从 10.25% 上调到 15%， 到了2020年12月份呢，又继续上调到 17%。到了今年的3月18号呢，继续上调200个基点到 19%就这3次加息幅度都非常大。他的关注点呢就是抵抗通货膨胀还有资本外流那这个理念跟土耳其总统不合。那我们看到就是其实土耳其央行行长的这3次加息这个并没有带来这个土耳其资本市场的这个剧烈的动荡或波动反而是土耳其央行行长被免职导致了这个股市、汇市还有债市的这个暴跌，说明呢市场还是比较认可土耳其央行行长的这个加息的动作但是反而他被免职导致了这种资本市场的动荡。那还有就是债券市场，债券市场呢是国债在3月22号呢，土耳其的国债也是大幅下挫，遭到了疯狂的抛售。那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暴涨到 18%单日呢上涨超过400个基点，创下呢历史的最大的涨幅。那各国的投行呢也是给对这个土耳其资产呢进行减持的一个评级建议呢这个减持或者撤销对土耳其资产的多头持仓。那刚才讲了，土耳其加息呢包括其他2个央行的这个加息呢，他们的重要目的其一呢就是抑制通货膨胀。那大家知道，自去年疫情以来全球央行放水，然后大宗商品包括原油粮食都是一波暴涨涨了之后呢，给各国的通货这个物价水平带来很大的压力通货膨胀呢暴涨。那我们看一下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那可以看到在2020
2020年10月份以后啊，这个通货膨胀率啊就开始出现一个跳升啊，增长到14%之后呢，随着这个土耳其的虽然土耳其通过加息啊想要抑制通胀，但是通胀呢还是在顽强的上行，一直到了这个2021年的3月份达到了15.6%。那巴西和俄罗斯也是一样啊，他们在2月份的通胀呢也在5%以上。所以说新兴市场呢普遍面临2个压力啊，第一个压力呢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那第二个压力呢就是资本外流啊和货币贬值的压力。那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呢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啊，就是资本贬值的这个货币贬值的过程本身呢就是资本外流的一个过程。那大家知道现在呢这个美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一直在上涨，现在呢已经上涨到1.6%、1.7%这个水平。大家知道这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是全球风险资产定价的锚，对吧？随着它的上升，那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呢要想不贬值啊，那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利差呢就要跟美债的利差呢保持一个水位差啊，保持一定的差距。所以说这些像巴西、土耳其和俄罗斯，它的央行呢就不得不提前加息啊，做一个预防性动作，保持呢和这种美债利率的这种水位差，这样呢资本才不会形成逆转啊，资本才不会流出本国。那这种美债收益率的这种不停的上行呢啊，它必然会引起全球资本市场这个资本的流动的逆转啊，以及汇率的剧烈波动。那尤其是受疫情冲击比较严重的啊，经济发展比较差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的这种国家啊，它呢非常容易面临资本外流啊，乃至后面的债务违约的这种风险。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美元啊，它是怎么这个全球资本流动的啊？也就是每当全球经济做大蛋糕的时候啊，比如说啊这个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 WTO 啊，和这个全球化啊迅猛扩张的时候啊，以及呢这个美联储带头啊全球进行货币宽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都是美元资本大量流出美国啊，去往世界各地呢赚钱啊掘金的一个这个时候。那此时呢也是美元指数下跌啊，就比如说2020年一年啊，美元指数呢都是下跌的一个状态啊，因为美联储带头宽松。那每当全球经济开始动荡的时候啊，甚至风雨飘摇的时候呢，美元资本呢又回流美国，它寻求呢资本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啊。你比如说现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1.7%，资本呢啊寻求这种稳定性和安全性，而且同时呢美元指数也在上升。那美元资本呢就是透过这么一个扩张、一个收缩啊，来实现世人所说的剪羊毛的。但是这个剪羊毛呢，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剪得成啊，只有那些经济体制薄弱、漏洞百出的经济体呢，才容易被剪，而那些经济底子比较扎实的、没有什么短板的经济体呢，就很难被剪啊。你比如说德国，这个国家呢，如果你想去剪它的羊毛啊，恐怕非常不容易，因为德国这个国家呢，大家知道啊，制造业非常强大，而且财政呢有盈余。那如果德国有美国那样的人口体量和规模呢，啊，可以说国力呢可能丝毫不逊于美国。再有呢，就是这个日本啊，日本呢也是制造业非常强大的国家，而且经历了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啊，就算那种情况呢，也没让美国啊或者说美元啊剪成什么羊毛。那在90年代泡沫之后呢，它的制造业啊依然强大，货币呢依然坚挺啊，而且日元呢这个素来就有避险货币的称谓啊，所以可以看出来日本这个国家呢也不那么好剪羊毛。那哪些国家比较容易剪羊毛呢？啊，比如说拉丁美洲危机时那个时期的巴西和阿根廷啊，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泰国、印尼、韩国等国。那中国呢有句俗话，就是苍蝇呢不叮无缝的蛋啊。如果呢你这个经济体内部漏洞百出啊，脆弱不堪，比如说债务高企啊，这个泡沫庞大啊，这个贫富呢分化的这个鸿沟巨大啊，这个等等啊，那这个经济体呢就非常容易遭遇剪羊毛啊，尤其是这个经济结构比较单一的国家啊，这个对外依赖比较严重的国家啊，非常容易。好，接着呢，最后我们再说回来啊，说一说中国目前的一个货币政策状态啊。中国呢啊是大国重器啊，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呢不会轻易变动，而且它呢一般都是紧盯全球央行的央行，也就是紧盯着美联储的动作。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啊，在这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圆桌的一个讲话。那这里面呢，他讲了好几点啊，我们挑这个最重要的两点。那第一点呢，他说我们有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中国货币政策呢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啊，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我们需要珍惜和用好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还有一点呢，就是货币政策需要在支持经济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平衡。中国宏观杠杆率基本保持稳定在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的同时，抑制金融风险的滋生和积累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中国呢，整个作为这么庞大的一个经济体它的货币政策呢不能轻易变动尤其呢要保持手里面要有后手要有一些货币政策工具不能轻易妄动不能像这个小国家或者是比较薄弱的国家它为了这种防止资本流动、防止货币贬值，它进行预防性加息那中国呢作为大国重器它必须紧盯美联储的一举一动。那我们回顾一下当时18年的那种环境18年呢是一个去杠杆的大环境。那之所以有这种大环境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美联储呢它进行了4次加息的这个动作，对吧？美联储本身呢也是一个收紧的动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中国呢就不能进行宽松如果中国进行宽松，美国进行加息中国的资本呢就容易流出中国就容易发生资本流动这种事件。所以说在美联储4次加息的大背景下呢中国也就是一个跟随政策中国呢也进行了去杠杆。所以说这个就是要紧盯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大家呢应该也能发现自08年以后呢，基本中国央行呢跟美联储的行动步骤呢基本都是一致的这个美联储宽松中国也宽松，美联储收紧中国央行呢也收紧。那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防范这个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那最近呢也有最高检包括央行呢也有这个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一些具体动作你比如说最近的最高检和央行定调虚拟货币呢成为跨境洗钱的新手段要严防这种新型的这种洗钱手段和跨境资本的流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层面呢，这个金融监管当局呢都在围堵这种资本流动资本流出或者资本出逃的这种空间。好了，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在去年疫情冲击以后呢，全球央行祭出了史无前例的宽松政策，同时呢，债务和资产泡沫呢开始膨胀。那正如银保监会郭主席所说，天下呢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呢没有不散的宴席。当货币扩张达到极限之时，在货币宽松货币政策拐头之日，全球金融市场呢必将再次掀起滔天巨浪。到那时呢，谁的经济韧性更好谁家的货币政策空间更充足，谁呢就能熬过困难，熬过冬天迎来新天新地的到来。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